刘曼琼一听这话，表情立刻变得不太正常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，我干嘛要去了解他的信息？刘家辉看着刘曼琼，笑着说道，曼琼你记住，男女之间如果想往好了发展，一定不要有斗气、赌气的心态，一定得是他理你，你加倍回应，他不理你，你厚着脸皮也要主动去找他，绝对不能因为自己心里那点小情绪就在心里赌气。说着，刘家辉又道，他不找你，你不找他，甚至他来找你，你还要摆个姿态，这样的话，就算是有缘分，有机会都会被你折腾光了。刘曼琼心中瞬间被刘家辉这番话戳中，但要强的他表面上却狡辩道，爸，我对叶晨没这方面的想法，再说我跟他也没有可能，我怎么可能跟一个让我爸给他下跪的男人在一起？刘家辉一脸扼腕地说道，哎呀，你要真能跟他在一起，你老爸给他跪下又算得了什么？就算是给他磕头也没问题呀。说罢，刘家辉又道，再说我们要就事论事，实事求是，我给叶晨下跪是因为我得罪了他，要祈求他的原谅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说白了是我自己就由自取。可你要是能跟叶晨发展一下，难道他也会没事让我给他下跪吗？刘曼琼皱眉道，你之所以这么说，完全是因为你看中了叶晨的实力。对啊，刘家辉非常坦然地说道，曼琼，你是我的第一个孩子，是你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做父亲的感觉，这是你的弟弟妹妹们没办法比的，基于这一点，我永远都不可能害你，更不可能牺牲你来为我自己换取利益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如果你对叶晨没感觉，叶晨的实力就算再强，我也不会把你往火坑里推，可问题是你对叶晨明明有感觉，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努力让他两全其美呢？刘曼琼有些慌乱地说道，我真没有，我跟叶晨只认识了几天而已。一旁的方嘉欣忍不住开口道，曼琼，你这点小心思就连我的眼睛都瞒不过，就更别说你爸了。刘曼琼微微一怔，心里也明白方嘉欣这话里的意思，爸爸在这方面早就是身经百战了，自己这点小心思在他眼里怕是早就如透明一般。这时候方嘉欣见刘曼琼表情有了松动，又赶紧补充道，曼琼，如果你真对叶晨有感觉，就千万别因为今天的事情耽误了自己，叶晨估计待不了多久就要走了，你可得抓紧机会，千万不要留下遗憾。刘曼琼不禁用齿尖轻轻咬住自己的下唇，整个人内心无比纠结。他确实很生叶晨的气，但叶晨也确实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。于是他下意识地掏出了费可欣的名片，看了半天，开口对两人说道，我先回房间了。眼看刘曼琼似乎被自己说服，刘家辉也松了口气，对方嘉欣说道，我去给霍家老爷子打个电话，问问他那套别墅什么价格出手。另一边，叶晨没有陪陈兆忠一家人去沙里，他觉得陈兆忠这个在外漂泊了20年的游子终于回家，应该好好跟家人一起聚一聚。若是自己这个外人在，不但会影响他们全家人团圆，而且还会因为所谓的恩情而让他们如履薄冰。所以他让万破军安排2辆车，由他出面载着陈兆忠一家人前往沙里公墓。至于叶晨自己则准备去找费可欣，答应了晚上请他吃饭作为答谢，自然不能食言。于是他给费可欣打了个电话。此时的费可欣已经在港岛的文华酒店办理了入住，接到叶晨电话，他便开口道，叶先生，我已经在文华酒店开好了2个总统套房，您什么时间过来？叶晨道，不着急，晚上我请你吃饭吧。
好啊，费可欣笑道，叶先生准备请我去哪里吃？叶晨想了想，开口道，文华酒店的餐厅据说就很高档，要不就在那吃吧。费可欣笑道，叶先生，我听说港岛有许多很出名的小吃，不如就吃些接地气儿的吧。叶晨顿时有些尴尬，原本刘曼琼就与他说好，今晚还要再去小吃街吃饭。叶晨虽然口头上与刘曼琼做出约定，但他本意却是在解决完刘家辉的事情之后，便不再去见刘曼琼，以免尴尬。原本叶晨的打算是惩治完刘家辉之后，让刘家辉自己去跟刘曼琼解释自己的身份，只是他没想到今天下午刘曼琼会忽然出现在机场。叶晨觉得自己不但骗了刘曼琼，还把他爸爸教训了一顿，他心里肯定会恨自己，所以心里对他多少也有些愧疚。结果没想到费可欣这时候却主动提出要去尝一尝港岛的小吃，这一下又把叶晨的思绪带到了刘曼琼的身上。费可欣见叶晨没有回话，便好奇地问道，叶先生，您在听吗？叶晨回过神来，忙道，哦，我在听，既然你想尝尝港岛的小吃，那我就带你去一条味道不错的小吃街吧。好啊，费可欣笑呵呵地说道，您把地址发给我，我自己过去就行。说着，费可欣又道，对了，叶先生，晚上我带个朋友一起过去，您没问题吧？叶晨好奇地问道，你在港岛有朋友？对，费可欣笑着说道，我朋友挺多的，天南地北的哪儿都有。叶晨也没多想，便道，那就一起吧。好，费可欣忙道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等您的地址。叶晨挂了电话，将刘曼琼那条小吃街的地址定位发给了费可欣。随后他见时间也不早了，便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往小吃街。当叶晨抵达小吃街时，正是小吃街客流量最大的时候。不过叶晨刚一走进小吃街，便听到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对着他喊道，小伙子，曼琼小姐没跟你一起来呀？叶晨侧目看去，发现是那个在小吃街入口处摆摊的南叔，便微微笑道，南叔您好，曼琼小姐今天不过来了。南叔点点头，问他，您吃点什么？要不要尝尝我的手艺？叶晨爽快地点了点头，好，就尝尝您的手艺，来一份干炒牛河吧。南叔赶紧收出一张空桌子，邀请叶晨坐下，转身开始在自己的摊位上忙碌起来。这时候穿着短袖连衣裙，背着一个小巧的单肩包，打扮十分青春靓丽的费可欣出现在了叶晨的面前，笑着对叶晨挥手道，叶先生。叶晨看到他，笑着说道，来，费小姐，请坐。费可欣点点头，在叶晨的面前坐了下来。叶晨见他是自己一个人，便好奇地问道，你朋友呢？费可欣看了看手表，笑道，应该马上就来了。话音刚落，便见不远处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女孩子走了过来，连忙热情地招手道，刘小姐，这边。